从城市的熙攘喧哗到偏远山谷中的静谧，人们居住的地方各有风情。但你曾经听过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房屋吗？那些彷佛孤独存在的建筑，像是与现代世界失去了联系。今天将介绍的是全世界最孤立的时间房屋。影片开始前，如果你手没有在忙，动动手指头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全世界最孤立的房屋 TOP 10。第10名，堆叠房屋。谈到孤立房屋，不得不提这座为了重新思考城市居住环境的房屋设计。其独特性在于由354个混凝土方块拼凑而成，每个方块约600平方英尺，重达90吨。它们并非像标准的公寓一样叠放在一起，而是像金字塔一样阶梯式堆叠，高达12层。尽管最初希望有1000间，但最终只完成了158间。这些公寓有3台电梯，每隔4层有一条步行街，并配有预制厨房和玻璃纤维浴室。然而，自从它们被出售为私人住宅后，其吸引力急速攀升。现在，想要拥有其中一套公寓，就得花费高达100万美元。不过，这座建筑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许多问题，尤其是昂贵的维护成本，使得它们作为租赁物业并不具有吸引力。但一旦成为私人产权后，它们的价值却跃升。第9名，孤立无援的房屋。这是一间名如其实孤立无援的房屋，位于日本滋贺县的高山阴。这是一座茶室，名称意味建得太高的茶室，这名称说的相当准确。它高的只能借由攀梯才能抵达。想象一下，要是有推销员拖着行李箱上来，那将是个什么样的场景？建筑师藤森照信在毛野用2棵巨大的栗子树建造了这座茶室。这2棵树从附近的山区运送到了建筑地点。这座茶室原本是为藤森本人所建，内部以灰泥和竹帘装饰。它非常小巧，整个建筑只有4平半的大小，空间只够容纳下几张榻榻米的大小。登上茶室后，客人需要在中途脱鞋，然后坐在榻榻米上，透过窗户眺望城镇景色，窗户正好朝向建筑师的家乡方向。第8名，梵净山寺庙。贵州铜仁市的梵净山位于世界上最孤立的山顶，这座山峰被称为贵州第1名山，而山巅上的2座寺庙更被视为世界上最危险和最具挑战性的建筑。这2座寺庙建于唐代，坐落在金顶或红云金峰上，分别供奉着释迦佛和弥勒佛。它们屹立于2个山峰的峰巅，以一座石桥相连，横跨着金剑峡谷，这是一个巨大的深渊。梵净山的寺庙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建筑之一。要前往这些寺庙，需要攀爬近乎90度的楼梯，穿越峡谷，登上高达330英尺的山峰。传言中，曾有人在这些寺庙中居住，因此它绝对是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住所。即使前往寺庙的路程艰辛，一旦登上山巅，您将目睹壮丽的景色，这一切都将是值得的。第7名，树屋。在印尼巴布亚省深处的热带雨林中，居住着科罗瓦伊族，他们的住所让一般房屋也自愧不如。他们的生活围绕着高大的西谷椰子树，这种树木高可达30至40米，被他们称作生命树。他们的居所建在这些树顶上，以藤条固定屋架和地板于多根树干上，再以树皮加固墙壁、地板和隔板，最后用西谷椰子树叶作为屋顶。这样一个约24平方米的房子就这样建成了。树屋间通道兼预警梯子，当有人登梯上屋时，梯子的震动会传递整个房屋，居住者便可分辨是有人光临还是危险来临。这些树屋代表着科罗瓦伊族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，他们与外界几乎无交流，直到1974年才被发现。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已与游客接触，但他们仍保留着独特的生活方式。这些树屋彷佛承载着这个部落的生存智慧与文化传承。第6名，米德尔谢岛上的房屋。在2015年，班奈加特湾的米德尔谢岛上有一处房产以65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。它看起来像是梦想般的房子，一栋美丽的3层房屋，占地6000平方英尺，还有一个客房，占地14.4英亩。尽管它位于独立的小岛上，但却拥有所有必要的公共设施，包括电力、燃气、自来水和污水处理设施，全部连接到陆地上的管线。该房产还拥有自己的应急发电机、2个独立的码头和照明灯笼道。它似乎是很多人梦想中的房子，但这个房子现在被遗弃并且破旧不堪，鸟类占据了它，窗户不见了，地下泳池甚至都脱离了原位。根据一些网上记录，飓风桑迪在2012年袭击了这座岛，对房屋和土地造成了严重损坏。乡镇文件显示，该岛的价值为85万美元，改进工程价值为4万美元。
89万美元绝对远低于曾经列出的650万美元的价格。第5名，德拉罗卡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总是在水源附近建造城镇和城市，自古以来因为需要解决很多生活问题的最好方式。但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德拉罗卡却是与大多数地方不同。这个城镇建在水源附近，介于弗卢维亚和托尔纳尔2条河流，但它是建在玄武岩悬崖上的。河流在城镇所在的悬崖之间流淌。这个城镇位于河流下方160英尺高的位置，建在通过2次熔岩流覆盖形成的玄武岩岩壁上。这个城镇规模相当小，土地面积仅约1公里长，约有1000名居民居住其中。尽管永久居住的人口只有1000人，但这里吸引了大量游客。毕竟，谁不想参观一个建在悬崖上的城镇呢？这里的风景绝对是壮丽的。第4名，化学球屋。普通的房子，你可能会想到一个大致呈方形或矩形结构的建筑，带有标准的特色。但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化学球屋，绝对不是标准的房屋样式，更像是一艘飞碟。化学球屋被称为世界上最现代化的住宅，是约翰·劳特纳的心血结晶。他在1960年代设计了这座位于圣费尔南多谷的房子，并从那时起就成为了一个受欢迎的景点。这座化学球屋是一座占地2200平方英尺、呈8边形的房子，只有1层楼，矗立在一根约30英尺高的5英尺宽混凝土柱上。这根柱子其实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块土地有45度的坡度，被认为是无法建筑的。柱座埋在地下，使房屋能够抵御大雨和地震。经历了2位业主的更迭，并因难以销售而大部分时间充当出租房，化学球屋在2004年被宣布为洛杉矶历史文化古迹。第3名，河之家。河流旁有房屋很容易理解，但是在河流中间就匪夷所思了。在塞尔维亚西部巴亚纳巴斯塔附近的德里纳河上行船，你会看到德里纳河之家。这座房屋是一个类似小屋的建筑，建在河中的一块岩石上。它从来不是为某个人建造的永久居所，而是在1968年一群游泳者需要一个庇护所时建造的。由于水位过高，它至少已经被摧毁过7次，但每次都被重建，使用了更耐用的材料，以帮助其经受时间的考验。然而，每次重建后还是无法抵御湍急河水的猛烈力量，甚至使用混凝土梁柱建筑，但它仍然被冲走了。幸运的是，最新的德里纳河之家自2011年建成以来一直存在到现在。第2名，自由精灵球屋。或许很多人想过远离城市的繁忙喧嚣，躲进大自然中，这是一个完全符合这个想法的房屋。你可以在森林中睡在一个球形房屋里，这其实比听起来更舒适、更奢华。自由精灵球屋是建在成熟森林中的树屋，提供独特的住宿体验。由2个木质球和1个玻璃纤维制成的球，都用至少3棵树来支撑。绳子几乎像蜘蛛网一样伸展出来，以稳定支撑树木和森林。每个球屋都有螺旋楼梯供进入，内部有可调节的照明和大窗户，让你不会忘记自己身处在森林的中心。球屋的目标是营造一种灵性体验，它们象征着与大自然的一体和谐。第1名，千岛群岛。千岛群岛地区横跨圣罗伦斯河，位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，被称为千岛群岛，就知道这边有超过1000座的岛屿。实际上，这个地区拥有1864座岛屿，使其成为美洲大陆最大的群岛之一。在这些岛屿中，其中一些岛屿的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，而其他的岛屿可能只够容纳一栋房屋，甚至可以看到一些小小的岩石凸起，仅供鸟类栖息。这些岛屿分布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美国的纽约州周围。自18世纪以来，它们一直受到度假者的青睐，20世纪初更是如此。在后来的几年里，千岛群岛被描述为有钱人的游乐场，因为这些有钱人买下了所有最美丽的岛屿，在上面建造豪宅。然而，现在更受观光客和户外爱好者的欢迎。人们喜欢乘船游览这些岛屿，并在航行中访问许多海事博物馆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世界最孤立的房屋全部内容。如果你有机会住在我们今天介绍的任何一个房子中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看到这边的朋友，如果觉得影片不错，欢迎按赞与分享，还有不要忘了订阅，后续可以看更多有趣主题。如果你有看过更孤僻的房子，欢迎留言让我知道。我们下次见。